这是电视剧《团长》中的一幕，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远征军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，出兵缅甸抗击日军。龙文章率领的川军团的最后一仗就在南天门，在弹尽援绝情况下，抵挡住了日军精锐一轮又一轮的进攻，整整坚守了38天，最终配合大部队全歼日军一个连队。结合最近的缅北战事，果敢同盟军在打下四面佛之后，还有3个重要的战略据点需要拔除。一个是西山区政府所在地大水塘，一个是北侧南天门山，还有一个是老街的米线沟军分区，三者形成犄角之势。尤其是南天门山海拔2199米，能俯瞰整个老街城。缅军经营多年，有多个要塞互为连通。最近闵昂莱又紧急空投了无人机干扰器，因此同盟军在没有重型火炮加持的情况下，要想拔除这个要塞还是十分有难度的。但从战略上来说，在对老街发动总攻之前，为了没有后顾之忧，是同盟军必须拔除的据点。之前也有朋友问，果敢的南天门山就是团长中的南天门战役发生的地方吗？有这样疑问的朋友不在少数，但只能说对一半吧。确实，南天门山就在果敢与云南的交界处，与团长中南天门山的地形非常相似。历史上果敢族就是汉族，在抗战时期，果敢也是远征军抗击日寇的战场之一，作者很可能借鉴了这个地名。而从历史背景来看，与南天门战役最相似的是滇西缅北战役中的松山战役。1942年，中国远征军首次入缅作战失利，滇缅公路被切断，撤退到怒江东岸的远征军余部与日军隔岸对峙。日军在怒江西岸及滇缅公路旁的松山修建了坚固的防御工事，松山不克，滇缅公路不通。为了打通大后方的生命线，远征军在装备和地理处于劣势的情况下，连续发动了10余轮的战斗，历时近100天，动用约10个团2万多人兵力，以伤亡7000余人代价，全歼日军113联队1200多人，攻占松山。另外，在2015年，果敢同盟军在南天门山也有过一次与缅军方面的战斗。当时在临近过年之前，同盟军打响返乡之战，战斗初期曾短暂的攻入老街，但因为武器兵力不足，只能退出。随后，同盟军在南天门山构筑阵地与缅军对峙，并占领了2022高地和2071高地。缅军出动3个师的兵力抢占了半山据点，并用火炮对山顶轰击。由于久攻不下，缅军还撤职了前线指挥官，之后由99机动师指挥官坐镇前线督战。5月12日开始，缅军在米355武装直升机和地面火炮的配合下，对南天门倾泻弹药。5月14日下午，缅军109营突袭并占领了2202高地。缅军顺势从2202高地沿着山脊和山下左右2路推进另一端的2071高地，并于5月16日完全占据了2071高地。至此，南天门山战役结束。此次冲突共造成缅军47人死亡，73人受伤，果敢同盟军28人死亡。同时，缅空军4次侵入中国境内，3次对中国境内投弹，造成中国平民5死8伤。另外还有4到5万果敢平民逃离家园，到中方边境避难。相对于2015年的果敢南天门战斗和团长电视剧中的战斗，历史上的松山战役要残酷得多。团长电视剧中驻守南天门的是日军竹内联队，相当于一个团级建制，而真实的历史中，驻守松山的日军是56师团下属的拉孟守备队，是一支步炮混成的精锐部队，指挥官金光会次郎少佐。兵员共计1300余名，配备有100毫米重炮群、山炮、战车、高射机枪等强大的组合火力。与电视剧相似，日军在松山修建的碉堡、暗堡不计其数，整个松山阵地以5个独立作战的坚固据点组成：松山顶峰、滚龙坡、大垭口、黄土坡、鹰登山。其中松山主峰由日军攻势严密的8个高地组成，日军以守备部队军官的名字命名，如西山阵地、本道阵地等。后来中国军队以天干地支命名松山各高地，按子丑寅卯等标记。每个据点依地形在制高点构筑1到2个主堡，在两侧构筑若干子堡，在阵地前构筑侧设潜伏小堡，用交通壕相连接。内部还有庞大的军火仓库，主堡内有重机枪，子堡及侧设堡内有轻机枪，交通壕内有步枪、枪榴弹、掷弹筒。主堡后有迫击炮，在阵地前编成浓密火网，因此接近堡垒是非常困难的。日军在建造后做过测试，500磅的重型炸弹都不能使工事内部受到损害，可见其坚固程度。松山战役的过程分为2个阶段，第一阶段开始于1944年6月1日，怒江东岸远征军重炮射击松山和英布山日军阵地，同时远征军71军新28师强渡怒江，向竹子坡攻击前进，但由于第一阶段侦察失误，错估了日军松山的防卫能力，仗打到6月底，远征军才终于攻入腊孟寨，击毙日军100余
余人，同时扫清了松山外围阵地，将日军压缩于松山主阵地。第二阶段从1944年6月30日开始，卫立煌让远征军总预备队新编第8军担任松山攻坚，令第8军军长何绍周接替71军军长钟兵，完成指挥权交接。7月1日，何绍周抵达，怒将简易桥修复通车。第6军新39师117团转调龙陵。最初几日，远征军第8军遭遇到了与第71军相同的命运。面对坚如磐石的松山阵地，中国军队伤亡惨重。一位幸存士兵曾这样回忆：死人多得没法埋，到处都是尸体，主要是我们的弟兄，也有日本人，只好听凭日晒雨淋，炮弹轰炸，最后乌黑的尸水把山上的草都泡死了。几年后我路过那里，山上依旧寸草不生。经过连日激战，第8军副军长李弥星一横将指挥所搬上前沿阵地，轻率参谋长及美军顾问到主攻团督战，并且派出约2个连的精锐趁夜悄悄摸上了松山主峰子高地，试图来个斩首行动，捣毁日军的指挥部。但他们的运气没有电视剧里川军团那么好，从地道成功捣毁日军指挥部，而且夺取了日军的主堡。李弥派出的2个连立足未稳，即陷入日军的火力埋伏圈，仅有2名带伤的士兵突围出来，但他们带回了至关重要的山顶情报。李弥幡然醒悟，于是他调整战术，命令部下从外围着手，采用蚂蚁啃骨头方法，一个地堡一个地堡的摧毁，向山头地堡群的中心逐步推进。这样虽然看起来慢，但扎实有效。此时远征军又得到了美国最新式的火焰喷射器，这是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对付躲在地堡内顽抗日军的最佳武器。火焰喷射器在肃清松山外围暗堡和据点的战斗中发挥了很大作用。日本人非常顽固，往往地堡上层烧瘫了，下层继续往外打枪，直到烧死或者把地堡彻底炸瘫为止。到7月下旬，第8军的阵地已经稳步推进到离主峰子高地不到500米的地方，最后的决战一触即发。面对坚固的主堡，远征军想出了挖地道的办法。为了掩护这次重大行动，李弥命令炮火天天轰击山顶，步兵每天佯攻迷惑日军。据当时的老兵回忆，地道先挖一个平行的直洞，通到子高地的正下方，工兵分成几班不分昼夜的挖，每天美军顾问按时来测量距离。平行地道挖到主峰下面之后，再呈来字形朝上挖。数天之后，工兵们就在弯字形的2个顶端各挖出一个炸药室，左边炸药室放3吨炸药，右边炸药室放4吨炸药，光搬运炸药就花了1天1夜。8月20日，炸药起爆，一阵巨响之后，松山主峰炸出了2个40来米宽、30来米深的大坑，中央主地堡被炸飞。远征军迅速向山顶冲击，第8军第3团的士兵首先登上主峰，跟残敌展开了激烈的近战。山顶日军还是没有放弃抵抗，断粮后竟然砍下刚刚阵亡的中国军人的手臂和大腿，在地堡里进行烤食。据参战老兵回忆，到了9月1日，主峰子高地还是没有最后拿下，滇缅公路也没能通车。蒋介石下了一道死命令，限第8军在918国耻日前必须拿下松山，否则军长和副军长按军法从事。李弥杀红了眼，抓一顶钢盔扣在头上，亲自带特务营上了松山主峰阵地。9月6日，李弥从主峰上被人扶下来时，身上2处负伤，人已经走形了。直到9月7日凌晨，日军在杀害慰安妇和重伤员后，焚烧军旗，发起了所谓的万岁冲锋，被远征军一一击毙，松山战役才取得完全胜利。整个松山战役历时近100天，中国军队投入兵力2万余人，共伤亡7700余人，毙杀日军超过1250人，敌我伤亡比1比6.2。不可一世的日军113连队被全歼。1944年9月，松山战役结束后，第8军在松山大垭口建立了简易的阵亡将士公墓和纪念碑。松山山道2边整齐排列着装满泥土的汽油桶，每个油桶上放着一盆鲜花，鲜花边上插着写有阵亡者姓名的小木片。1947年12月，烈士遗骨移葬至云南保山市一罗池畔，另建有松山阵亡将士遗葬纪略碑，落款是第8军军长何绍周。碑文写道：民国33年秋，我第8军奉命收复滇西，血战100余日，伤亡官兵6000余人，使尽全功。当时弃葬之中海，已一并宝山南郊一罗池畔。